小小，其实我今天不用了，谢谢你，王先生。不过有些话，我还是自己说吧，因为我不想再在这个舞台上演戏了。他这要干嘛呀？这是要逆天呀！我姐真是条汉子。前段时间，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文章的题目叫《中国父母都是逼婚达人》。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，我一定要把这篇文章给我的妈妈看。我希望她看完之后，能够理解我们这些到现在还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结婚的大龄青年。我来了，带着那个被包装过的 MV， 带着言不由衷的谎言，还有并不真实的微笑。毋庸置疑，结婚确实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几件事情之一。在这个相对开放和自由的年代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，结婚却饱含着许多难以表达的苦衷。结婚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它是人生的一种阶段，是爱情升华的结晶，还是一种责任的表现？它是在我们传统的理念当中，到了适婚年龄就一定要做的事情，为了满足我们的父母，还是只是传宗接代？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有认认真真的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。这里没有对或者错，但是不同的答案会把我们的婚姻生活带来不同的结果。那么究竟幸福与否，就只能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了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会突然发现，曾经的那个慎重又或许随意所选择的婚姻，会把我们带到一种完全无法想象的境地。曾经热恋中的人们，被婚姻浇灭了所有炙热的激情。追求顺其自然的人们，会发现婚姻中太多的东西是他们无法背负的。遵循传统的人，也会意识到，真正把他们逼向绝境的，就是那份传统。而被结婚的朋友们，会为自己当初没有坚持自我而感到后悔莫及。结婚本来是一件让大家都幸福的事情，可是今时今日，却让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。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，结婚就好像是围城，外面的人想进去，里面的人想出来。可是现在，我们有多少人是否要进这座城，和谁进这座城，什么时候进这座城，都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？难道这不是一种悲哀吗？我理解我的妈妈，我理解他们那个年代的婚姻，我更加知道她对我的爱和无私的奉献。但是妈妈，我们的社会在进步，人在改变，价值观都在改变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您能够真正的理解我，支持我。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我是哭醒的。
在梦里，我的妈妈对我说：“也许你是对的，妈妈只是给了你一些建议，但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你手里。无论任何时候，在任何地方，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，愿意默默地支持你。还有，你一定要坚持自己，做你自己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独一无二的。妈妈永远爱你。”小小多好呀，这样的儿媳妇儿上哪儿去找呀？不过他说的好像也不太对，他妈不是也为他好吗？是吧？谢谢小小。此时此刻，我觉得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去责怪像小小一样的受害者。小小刚才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。无论你的角色是子女、父母，你都应该想一想，面对现在和传统的冲突，面对观念的不同，我们的婚姻到底该如何选择呢？接下来，我说2句吧。这不是洋洋偷拍的那个照片里那姑娘吗？妮娜姐，她是谁啊？我去找。等，看她能玩什么花样。我们需要的是关注度。你来这儿干嘛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而且你一定会感谢我。对不起，您不是我们的嘉宾，请您。唐小姐刚才说的话让我很有触动，我上来就是想问一句话，可以吗？你问吧。唐小姐，我理解你所有的苦衷，但是你所说的这一切，真的是能当成你怀着孕还来参加相亲活动的借口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说我怀孕了？你不承认是吧？难道你前2天自己有没有做过孕检？也忘了？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发誓，如果你说谎，你这辈子都当不了妈妈，永远都生不了孩子？他现在的这个举动，应该说明一切问题了吧？哎，这反应还挺大的。小小怀孕了，
我姐怎么可能啊？小小，哎呦，姥姥！姥姥，她怀孕了！哎呀，你是怎么搞的你呀？还把人当做儿媳妇呢？人家都怀孕了！哎呦，你说这姑娘可真是啊！不会吧？难道她怀的是？真是荒唐！为什么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招出来说这些？我卑鄙还是他卑鄙？他怀着别人的孩子跟你谈恋爱，我都打过你电话好几次了，约你想告诉你，可你不给我机会，那我不到就说我到哪说呀？你想过后果吗？当然想过了，可我就是想告诉你，这个女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去爱。我是为了你好，要不然你还傻了吧唧的对人家好呢。为了我好，我早知道她怀孕了。唐小小，你赶快给我出来！你怀着孕了怎么不早说？你给我这捣什么乱呢？唐小小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别给我躲了。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，咱俩就没完。黄少天，我没有什么跟你好解释的，你走吧。唐小小，黄总，你还在这干嘛呀？赶紧走吧。走？我为什么要走啊？我告诉你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今天唐小小如果说清楚，我是肯定不会走的。不是，今天不是较劲的时候，现在外面都乱套了，这局面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控制不住了。你们控制不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就算砸了你们的场子，也是你们自己活该。我还没问你呢。哎，唐小小怀着孕呢，你们怎么就让她来参加这个活动了？你们是怎么审核的？我今天这么跌面，就是因为你们不负责任造成的。怎么就怪我们了？你自己不怪你们，怪谁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就你们这种下三滥的网站，谁在乎你们谁倒霉了？什么呀？说谁下三滥呢？啊？说谁下三滥呢？哥们说的是气话。就这种事儿，谁碰上能忍得住啊？我不得找他理论理论吗？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，你快走吧。媒体来了以后你就走不了了，这对于凯泽国际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，明白吗？走吧啊！我跟小小聊聊，咱们俩晚上说。走吧。你呢？小小，出来吧，他们都走了。希姐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。小小，我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。你什么意思？哦，让小小假装怀孕，是为了帮你炒作这个活动啊？对，阿姨是这样的，现在活动都需要惹人眼球的事件，要不然哪能火呀？我也知道这不是什么正道，但是大家现在都这么做，别说我们这个小活动，就大明星都是这么炒出来的。哎，那个希姐啊，你们这些行规啊，叔叔不懂，所以呢也不多评论什么。哎，可是你们这种炒作，他不顾及任何后果吗？这小小啊，现在是一个没结过婚，而且现在还没有对象的姑娘，哎，就冷不丁让她上这个舞台上，哦，这个活动上，让她怀了孕，你说她让她以后怎么去做人呢？啊，再说啊，这次活动是网上直播吧？上次那个视频的恶劣影响还没过去呢，这倒好，
我们家小小就彻底翻不了身了。所以啊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们网站打算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？这样，爸，您跟我妈在这件事情上怪不着人家王希杰，都是我自愿帮她的。有你这么帮人的吗？自己的脸豁出去都不要了。哎呦，就是啊，小小，这救命之恩也不过如此了呀！你不头晕吗？否则还出来干嘛呀？赶紧来，赶紧！我不出来行吗？我不放心呢，我。哎呦，小小，跟姥姥说说，为什么非得这样帮他？就是的，赶紧说呀！妈，您还记得您第一次逼我去参加相亲活动吗？那段时间我负责的那款新车滞销特别严重，所以我们在活动上就做了一次危机公关，后来效果特别的好。其实那一次的危机公关都是王希杰帮我策划的，事后他还没有经过公司的同意，就把那段视频发到了网上去。您知道吗？这还好是没出什么事儿，如果要是出了事儿，他连饭碗都保不住了。您说，这个忙我能不帮吗？哦，合着是希杰冒着很大的风险成全了你一次。哎，那么小小，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问题总得想办法去收场吧。叔叔您放心，等这事降温以后，亲自接盘，把这事圆过去。不是，你来接盘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不瞒您说，今天在台上指责小小怀孕的姑娘不是别人，她是我前女友。啊，你前女友？对啊，姥姥，这么大盘棋，别人我也不放心啊。我想好了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前女友想跟我重归于好，把唐小小当成了情敌，大闹活动现场，又赶上小小身体不好，临时退场，大家误认为妊娠反应，这不就圆过来了吗？哎呦，不是，这也太离奇了。叔叔，这的确有点不靠谱，但是说1000道1万，现在我们只好用这种办法了，这样我们也好操作。再说了，这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有些观众还挺喜欢这个，明知道被忽悠了，他们看的时候还高兴的跟洞房花烛夜似的，你这有什么办法呀？就是，哎，哥，你这脑子也太活泛了。那回头我姐不仅能恢复名誉，而且还能靠着双重受害者的身份博得网民好感呢，是吧，姐？好好，你姐怎么就成了双重受害者了呢？当然是双重了，姥姥。那我妈逼婚这账也得算上啊！啊，你说什么呢？哪壶不开你提哪壶。小小，你今天在台上说的那些话，妈呀，不是不明白，但是你得为妈考虑考虑吧。你说你要是不结婚的吧，哎呀，妈这心里呀，什么时候都不踏实。你说，就算这现在的时代变了，哎，可不管怎么说，你这岁数也该结了吧？真没看出来啊！啊，平时见你老实巴交的，这忽悠起人来这么厉害，连我妈都被你忽悠信了。我这情非得已啊，要不然咱们俩不白忙活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就叫做因果循环。我之前拿照片揭发了人家江一晴，人家今天就把我给戳穿了。也怪我，之前要跟我说过几次，我没搭理人家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有的事儿就是这样，你越怕他来哪出，他就越给你来哪出。但我觉得舒阿姨那边瞒不了多久了。能瞒一天是一天吧。我觉得让他们一点一点接受，总比一次性告诉他们强。我觉得你觉得对，小小，我先撤了。少天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了。行，先走吧。晚上回家见。拜拜。拜拜。爸，哎呦，吓死我了你！姐，挺甜蜜啊。
什么甜甜蜜的，不带以后这么吓你姐的呀？我都跟你们半天了，怎么样？刚才我在姥姥和咱爸咱妈那儿替你兜的不错吧？说吧，我那侄子他爹是谁呀？说什么呢？没正经，还跟我装呢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是那个王希杰吧？不许瞎说啊你！你放心吧，我嘴严实着呢，肯定不在家瞎说啊。行了，我回学校了，拜拜。哎，别瞎说啊！到了。这王希杰刚才说的有鼻有眼的，可我怎么都觉得，怎么那么不靠谱啊？哎，你说呢？哎呀，我是真希望他说的这些啊都是真的。哎，可是听着云山雾罩的，恐怕是实的少，虚的多。那怎么办呀？哎，你说说，什么是实的，什么是虚的？难不成小小怀孕是真的？妈，你判点好行吗？再说了，小小也犯不上拉着王希杰跑到咱们家里给咱们演戏看吧。怀上了是好事儿啊，就让他和孩子他爸结婚，皆大欢喜啊。哎，你打住，你别满嘴跑火车了。这要真怀上了，谁知道孩子是谁的？再摊上一个混蛋爹，这小小他们娘俩可有罪受了。就算怀上了，我也不能让他要。哎，说什么呢？哎，小小是那么随便的人吗？这怎么越说越觉得今天这事儿不太对劲儿啊？那不行，明天我带小小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不是明摆着不相信人家吗？再说了啊，你们俩关系刚缓和了没2钟头，你又找不自在呀？切，吃饭吧。哎呀，那我也得把他看紧点。一个人啊？你怎么才来啊？来喝，没少喝呀。别不痛快了啊！我不痛快大发了。你说这唐小小还想怎么耍我？这招太过了吧？我倒觉着，唐小小完完全全考虑到你的感受。你看啊，如果他真的想让你下不来台，那他为什么不等到你说牵手的时候，他撅你呢？再说，他从头到尾就没提你跟他妈欺负他的事儿，这还不算给你面子吗？可是他答应跟我牵手了吧？哎，把我挥到台上，干杵了那么长时间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多丢人呐！他同意跟你牵手了吗？没有吧？他跟他爸通电话的时候，我可是从头到尾都听到了。他说实在是被逼得受不了了，所以同意参加我们的节目。他可没说要跟你牵手，是不是他妈认为同意参加我们的节目就等于同意跟你牵手了？他你妈更不是东西。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觉得有点不对。哎，我拍那视频影响多恶劣呀！我就道了个歉，表了表决心。虽然说我态度特别真诚，那他妈也不至于一拍脑门子就把小小许给我了吧？果不其然，这是一大坑啊！这什么坑啊？谁挖的？你还没琢磨过味儿来呢？啊！要是小小跟他妈是一条心的话，那我这县城爹就直接当上了呀！这比戴绿帽子还窝囊呢。天儿啊，天儿，咱们就别把自己当成是阴谋论患者啊！小小他妈的脾气你也知道，见了一次你应该很清楚吧，是吧？他们娘俩就是那种直肠子，没什么心眼，但是心地还很善良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小小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呀？还碰巧去的江一晴他们医院做的孕检。看我干嘛呀？我可没这么好的福气。你真想多了，就凭你，
哪来的下人唐小小啊？你说他都这么对我了，我怎么还是挺想他的？原来江一晴是想跟王希杰复合，才特地赶来揭你的短的。啊，这人做事真的是不留一点余地啊。不过小小，我怎么都想不到你已经怀上宝宝了。是啊，我在医院里知道我怀孕的那一天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，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感觉。不过慧慧，我不是有意隐瞒这件事情的，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方式来跟你解释。你千万别生气啊！没关系的，我都理解你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这段时间是怎么和王希杰相处的呢？我真觉得他对你挺好的。你就没有想过要跟他试试吗？有吗？他对我好吗？啊，我真觉得他对你挺好的。也许吧。男人不就是这样吗？喜欢你的时候，对你都挺好，可是，一旦不想跟你在一起了，说走就走。慧慧啊，我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完全从和顾军的感情当中走出来。说真的，有的时候我挺恨他的，我恨他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恨他让我不敢再相信爱情，不敢再去爱，因为我害怕会受到伤害，我害怕因为爱情而深陷其中，我害怕因为爱情而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。我不想伤害别人，可是我更害怕的是，在一段感情当中，我爱那个人，而多过于他爱我。你懂吗？我现在是不是特别没用、特别自私呀？哎呀，好了，小小，你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了啊！你想一想啊，这个生活和爱情不就是这样吗？有一些欢笑，也有一些眼泪，总是会跌宕起伏的呀。可是我宁愿平静如水，也不想再被男人伤害。结婚本来是一件让大家都幸福的事情，可是今时今日，却让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。街道车水马龙，你的对象有阿龙阿龙阿龙。小小怀的孩子是你的吧？妈，你敢不敢别总给我编故事啊？谁编故事了？要是没事，你干嘛心虚？哪儿虚了我？哎呀，妈，你对我太有自信了。您知道唐小小有多少人惦记吗？追她的人开着车来，分单双号都能在我们小区盘3、4圈。我一没车的人凭什么喜欢我呀？就冲着你俩合租一屋，这孩子肯定是你的。妈，您这什么逻辑呀？就是房东租我房还送我一姑娘呗，你这不承认是吧？我承认什么呀？是，
我在小小妈妈那儿受了点委屈，但是咱要是把她闺女娶进来了，不是一样受她气吗？只要你能把小小娶进门，这点委屈呀，妈都能忍。哎呀，妈，你是最可爱的人，但是没这个故事。咦，你小子啊，你是不是不打算对人小小负责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对别的姑娘我不管，你要是敢负了小小，我跟你没完。小小是您亲生的吧？我是把您捡来的呀。少跟我废话，我改天呀，我去问小小去。别，妈呀，您可千万别去烦他们家了啊！昨天我去了他们家，我给小小做了伪证。我说爆料怀孕这事儿啊，是为了给我们公司那活动炒作，你全家烦着呢。那人家能信吗？肯定不信呐！这分明就是小晴和小小争风吃醋呢，是小晴给小小下的绊儿。哎，你说就冲这事儿，小晴这姑娘呀，肯定不能要，心太毒。怎么了？哎妈，你别说了，头疼。头疼就对了，说明这孩子就是你的。看我，你看。你啊，干嘛抢我车呀？谁抢你车啦？哎，总得有先来后到吧你啊？讲不讲道理？我怎么没有先来后到呀？我先来的，你后到的。怎么叫您先来的？哎，我这等半天的，怎么叫你先来的？明明是我先来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是那个相亲节目里爆料说怀孕那女的吗？唐小小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让开！哎，怎么着？你想抢车啊？谁抢你车了？你说你啊，怀着孕去相亲这种事你都做得出来，抢个车对你来说不是太容易了吗？哎，大伙儿说是不是啊？不是你到底上不上车？不懂你就让开！哎，怎么着想看溜啊？着什么急呀？给大家伙分享分享你怀着孕还去相亲的心得呗！你放屁！你才怀孕了呢，你全家都怀孕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打仗母女俩上阵父子病啊！你别给我阴阳怪气儿的，我还没告诉你，我今儿还是帮理不帮亲了。我在那边看了半天了，人家打的打了好长时间都没打上啊，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，你闻着味儿你就窜过来了，就你那速度，好些个4条腿都赶不上你啊！我没有啊，没有什么你没有啊？啊，今儿你能在这里抢车，明儿你就能在地铁里抢座。什么随地吐痰的、插队啊、坐车不买票啊，还有中国式过马路，不都是你这种人干的吗？你说你现在还没上岁数呢，你要上了岁数，碰瓷的毛病一准得沾上。那你现在的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不都是你这种人闹的吗？你说你在自己家里给自己家里添点堵就算了吧，你干嘛非得出来给别人找不痛快啊？你积点德好不好啊？啊！对了，麻烦你件事行吗？什么？就你这样，甭出国旅游了啊！我现在一看见电视上人家外国人说咱们中国人没素质，我就来气啊！我们中国人不都是他们说的那样？你说怎么能那样呢？就他们在国外干的那些事儿，我看着都觉得害臊。现在我知道啊，准是你这样的人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了。你说你这些没素质的，没事出去现什么眼呀？啊！我就没出过国啊，没出过国。没出国正好啊。这一方针啊，算是给你打对了啊！甭出去招人不待见，听见没？那可跟你这抢车不一样，那是丢咱们全体中国人的脸，知道吗？赶紧消失吧！啊，回去好好想想。妈，
行了行了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哎，等等啊！我跟你们说一声啊，我们家小小那不是真的怀孕啊，那她是帮朋友炒作那个活动的，过2天啊就能辟谣了，甭出去以讹传讹啊！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到时候传播超过500遍就真够拘你们的。行了，说完了。哎呦，妈，这是1级棒，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到这药店来干什么啊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？没有，谁真怀孕了？我不是都给您解释清楚了吗？那店里的服务员可说你买的是叶酸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叶酸？啊，我是给那个娜娜带的，她怀孕了，就是那大圆脸、那红毛那个娜娜，您记得吗？那个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就不跟您说了啊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拜拜。哎。啊。行了，你就别再耿耿于怀的了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至少，你没在那次活动上丢人吧？爸，啊，那是因为爆出人家唐小小怀孕了，要不是有她怀孕这事吸引眼球的话，我在台上杵那么长时间还不够丢人呢。所以呀，那人家唐小小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你还生人家气干什么呢？哎，你再回头想一想啊，人家之所以一点机会都不给你，那肯定是人家早就心有所属了嘛，对吧？不是，爸，您怎么还不明白啊？这事儿根本就解释不通啊！您想啊，唐小小要是真有男朋友的话，那干嘛不跟他妈直说呢？那小小他妈再让他去相亲节目参加相亲，根本就行不通了呀。所以说我郁闷，就是因为我搞不清这里边的原因。嗨，那是人家的家事儿，你操个什么心呢？啊，那唐小小从小跟他妈妈就不对付，那他之所以不说，那一定是有难言之隐啊。不对，肯定没有那么简单。你不信啊？不信问高慧去，他俩从小就是闺蜜，就他家那事儿，他全知道。哦。啊？高慧跟小小是闺蜜？哎，您怎么知道的？行啊，老黄，瞒的时间可真够长的，我可真没看出来。来了。阿姨，阿姨好。那个小小不在家，我给她打电话让她回来吧。打什么电话呀？不用打啊，我就来拿点东西。那个阿姨，您别进这屋，她不喜欢外人进这屋。这样的话，我。
你放心吧，没问题，一切都正常的。谢谢大夫啊。哎，不客气，谢谢。好，那你走吧。哎，好。妈。